想不到现在的美国有多爱大疆，一边官方疯狂下场制裁、封禁、拉黑大疆，喊着要全面禁用中国无人机，严防所谓的安全风险；另一边的美国警察开放日上，把大疆无人机大大方方摆在最核心 C 位，当成王牌装备展示推广。这波操作到底是口嫌体正直，还是彻底被中国制造狠狠拿捏了？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星球热点，国家大事从不缺席，舆论场中抽丝剥茧，聚焦独家中国资讯。点赞、订阅、加小铃铛，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。最近，美国多地警局例行举办社区开放日，本意是向民众展示警用装备、科普安防工作，拉近警民距离。结果，谁也没想到，这场纯正的美国官方活动，硬生生变成了大疆无人机的专属展销会。不管是加州尔湾警局的社区开放活动，还是犹他州韦伯县警局的装备演示现场，放眼望去，展台最中间，演示最频繁、讲解最细致的，全是大疆无人机。这也让不少现场华人看完直接调侃，恍惚间以为走错片场，一秒穿越回国逛大疆线下发布会，压根看不出半点美国本土装备的影子。可能有人会问，美国没有自己的无人机品牌吗？为什么非要死磕大疆？说句大实话，不是美国不想用本土产品，是真的用不起、用不惯、看不上。美国本土的 Skydio、Patriot 这些品牌售价贵出一大截，性能却完全跟不上。续航短，稳定性差，功能单一，遇到复杂地形、恶劣天气基本就罢工。反观大疆，价格亲民，操作简单，稳定性拉满，功能还特别全面，完美适配警用所有刚需场景。这可不是空口吹，真实救援案例摆在眼前。犹他州警局经常开展山地救援任务，山区地形复杂，道路崎岖，人力携带重型装备上山耗时费力，还容易错过最佳救援时间。自从配备了大疆专业运载无人机，直接可以吊挂几百斤的救援装备、物资设备上山，原本需要一队人耗时大半天的工作，现在无人机几分钟就能完成，直接把山地救援效率翻倍，关键时刻能救命。不止山地救援，德州自由山警局、新泽西州伊丽莎白警局、丹佛警务系统全都把大疆当成核心警用装备，日常治安巡逻、高空侦察、人员搜救、火情巡查、大型活动安保全部靠大疆兜底。很多警局采购大疆无人机使用1年后公开坦言，这笔投资是最划算的警务投入，没有之一。哪怕官方明令限制，一线执法部门依旧心甘情愿主动采购，这就是实打实的市场真香定律，谁都拗不过。最打脸的是什么？美国官方多年来持续炒作大疆存在数据安全风险，威胁公共安防，一次次出台禁令、加码制裁、限制采购，可现实的数据狠狠打了脸。目前大疆在全球民用无人机市场占有率稳稳突破70%。在美国的消费、商用、警用市场更是夸张，整体市占率高达70%至90%，全美超80%的地方执法机构清一色长期使用大疆无人机。就拿德州来说，警局在册的近1000架警用无人机里，800多架都是大疆，占比碾压所有本土品牌。而美国对大疆的制裁呢，从2015年就开始了。2015年，因为一架大疆无人机误入白宫禁飞区，大疆被美国列入重点黑名单，开启针对性打压。2018年，美国国防部全面禁止采购大疆产品，结果仅仅3个月，美军各部门就以应急刚需为由，集体破例采购，五角大楼亲自开绿灯，双标操作摆得明明白白。2019年，美国加征15%惩罚性关税，想抬高大疆售价，逼退市场，结果大疆把成本正常转嫁后，全球市占率不降反升，从75%涨到80%，等于白白给美国消费者加了税。2020年，美国将大疆列入实体清单，试图切断芯片供应，卡断核心命脉。可大疆早就完成核心部件自主研发，全面国产化替代，彻底摆脱外部依赖，制裁再次沦为空壳。2025年6月，美国再度全面封禁大疆，结果全美6000多个警务、消防、应急公共机构集体抗议，直接封禁只会损害公共安全，耽误救援工作。最后，美国只能灰溜溜取消制裁。一轮轮制裁打下来，不仅没打垮大疆，反而帮大疆免费打响全球名气，彻底坐实行业龙头地位。
眼看明面上的制裁完全没用，2025年12月，美国 FCC 直接堵死正规渠道，禁止大疆新机型在美国上市销售。本以为能彻底封死市场，结果大疆直接开启游击战打法。2026年2月，大疆直接带队起诉 FCC 硬刚不合理封禁，暗地里扶持本土合作品牌。市面上突然冒出多款外观、性能、核心代码和大疆几乎一致的新品牌，悄悄持续供货。哪怕 FCC 严查罚款，依旧挡不住美国市场的刚需。所以，真正的好产品从来不用刻意营销，对手的疯狂打压就是最好的背书。美国警察开放日上的一幕幕，就是中国制造最硬核的广告。如果说制裁大疆打压科技企业还能被美国包装成所谓的科技竞争、安全防范，那最近的这次操作真的彻底让全世界看笑了。谁能想到美国的实体清单制裁大棒已经从高端芯片、科技巨头、军工企业一路降级，直接砸到了我们日常吃的瓜子、汤圆、水饺身上。近期美国更新涉疆法案实体清单，一次性新增43家中企，里面除了部分工业贸易企业，居然赫然出现了恰恰食品、思念食品这些国民老品牌。没错，就是我们平时追剧嗑的恰恰瓜子，过年必吃的思念汤圆、水饺，这些完全和科技、军工、地缘政治不搭边的民生食品企业，被美国正式列入制裁名单。8月3日，制裁令正式生效。消息一出，全网网友直接笑疯。有网友调侃：“美国这是怕我们嗑瓜子上火，影响心态。”还有人打趣，是不是怕美军士兵吃了思念水饺，太思念家乡，无心作战？更犀利的网友直言，现在美国制裁真的毫无底线，颠倒离谱，瓜子、汤圆、水饺能威胁哪门子国家安全？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。那美国给出的制裁理由是什么？说出来你都觉得荒唐。美方照搬所谓涉疆法案的模板借口，咬定恰恰思念等企业因为长期采购新疆出产的葵花籽、红枣、坚果等原材料，就直接判定这些企业涉嫌强迫劳动力，粗暴滑入制裁范围。这套操作从头到尾没有任何真实调查，没有任何实质证据，纯粹是一刀切的恶意定罪。最离谱的是，这已经不是简单的贸易限制，本质上是美国刻意针对新疆民生发展的恶意打压。稍微了解真实情况的人都清楚，新疆的特色农作物种植、农产品加工是当地最核心的富民产业之一，完全是市场化、自愿化的正常经贸合作。就拿恰恰食品来说，企业在新疆布局了30万亩种植基地，提前和当地农户签订正规收购合同，统一提供种子、农资、技术指导，全程标准化种植，稳定保价收购。这么多年，带动新疆超2万户农户稳定增收，脱贫致富，是实打实的助民惠民，带动地方经济发展的良性产业模式。反观美国的操作就是典型的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。他们的真实目的根本不是所谓的合规审查，就是想通过制裁采购新疆农产品的企业，恐吓全球商家不敢和新疆合作，让新疆的特色农产品卖不出去，让当地农户失去收入来源，刻意拖慢新疆的经济发展，破坏新疆的稳定局面。但现实狠狠打了美国的脸，新疆这些年的发展速度根本不是外界恶意打压就能撼动的。2010年，新疆 GDP 仅5425亿元，到2024年直接飙升至2.05万亿元，十几年涨幅接近4倍，年均增速常年领跑全国。就算是高基数之下的2024年，新疆经济增速依旧达到6.1%，稳居全国前列。经济飞速发展的背后是新疆社会稳定、民生富足、百姓安居乐业的真实现状。产业越来越完善，就业岗位越来越多，老百姓收入越来越高，城乡面貌日新月异，各族群众安稳生活，共同发展，这是全世界都看得见的事实。美国刻意编造虚假说辞，发起无理制裁，说白了就是见不得新疆变好，见不得中国边疆稳定繁荣。所以现在的美国制裁早就没有任何正当理由可言，纯粹是霸权焦虑下的失态乱杀。越是国力相对放缓，越是疯狂靠制裁大棒刷存在感，不惜编造谎言，破坏全球供应链，打压正常民生贸易，只为维系自己仅剩的颜面。其实不管是大疆的科技制裁，还是恰恰思念的食品制裁，底层逻辑完全一样，只要是中国优质企业，只要是中国优势产业，
不管是高端科技还是民生农业，只要敢发展、能崛起，就会被美国当成针对目标。但这么多年的事实已经反复证明，这种无理制裁从来都没用，越制裁中国企业越自强，越打压我们的产业越扎实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，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，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。关注我的频道，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，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。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。